当初派给维拉的都是最精锐的战士，再加上地利，我们应该还是有50%胜算的。你的内力比以前强，是因为在透支本源力量，长此以往，迟早会衰竭。记住，不要管我们，使劲给我往上走！这伙兽人绝对是疯子！光明王来救我们了！撤退！撤退！一斗，我输了。走，我们回城。英雄并天，送其忠骨。光明王要亲自抬棺，殿下，这不合适。今日没有光明王，只有战友。殿下，维拉，远东义军第1团军团长，面对数十倍敌人，以孤军成功坚守奇索拉山阵地10个小时，向我们展示了义军的意志、勇气和牺牲精神。如今，维拉回归奥迪大神怀抱，让我们送他最后一程。英灵不远，魂归来兮。今天，我们为死者哀；明天，更要为生者战！你们为什么而作战？是为了保卫你的财产不受魔族剥夺？是为了你家中的父母不遭魔族屠戮？是为了你的妻儿不受魔族压迫？光明王，光明王，光明王！强军先铸魂，你们不再是散兵游勇、乌合之众的明军，今天的你们将会是全新的远东义军，是远东23个行省的希望。在我军中，有3大铁律不可违背：杀人者死，伤人者吃，造枪者抵。都听明白了吗？是。我以光明王的身份宣布，解散军事委员会。我，光明王，是你们唯一的统帅。光明王！有心事？师傅，愁啊！为何？解散军事委员会，收回指挥权，你做得很好。可是我后悔了。后悔？每天有无数大大小小的问题要解决。那个矮人族长卢佐，现在甚至连每周一穿什么颜色的内裤都要来问我。可当我问他们远东义军粮草怎么解决的时候，他们屁也都不放一个。唉，要不是还没到时候，真他娘的想撒手不管了。太粗鲁了。这还粗鲁？更粗鲁的话我还没说呢。你要走了？还回来吗？不知道。走吧走吧，反正你也没有粮草。哎呀，这天底下还有比你更不靠谱的师傅吗？总是莫名其妙的说走就走，想找你都得靠缘分。哎，做你徒弟真是命苦啊！再有事，仍旧在山洞留言。但什么时候看到就不一定了，对吧？我困了。
赶紧走吧，走的时候安静点儿。阿雄，你遇到大麻烦了。明宇，你真是给我送了一份大礼呀！大人，要不是这份文件，我还不用特意跑这一趟呢。听不见，听不见。大人，哎，好，你详细说说吧。这次家族刚颁布的物资法案中，34种物资被列为战略物资，禁止流通和买卖。我们急需的药品、武器、战马等，通通都在其中。白川，我们的物资储备怎么样？武器什么的还好说，但科尔尼城的储粮已经见底，而距今年的产粮期还有3个月时间。啊，我们要饿肚子了！元老会为什么要出台这个法案？远东战事已经结束了呀。是刘峰那边有什么情况吗？这个还没有确切的消息，不过斯特林大人已经被派往西部边境的密尔顿城坐镇。如果家族和刘峰全面开战，魔族恐怕会对远东全力施压。大人，这可怎么办？我要回他上都。啊！斯特林大人，请。辛苦了。大人，是我太过敏感了吗？哦，没事，我们走吧。属下认为，大人的决定太过冒险。是啊，大人，咱们可还是家族的通缉犯，您可是通缉犯中的头号人物，您这一去不就是罗网？瓮中捉鳖。关门打狗。哎呀，你们可盼我点好吧？给，这是审批印章。大人，我一直负责和京西的粮草往来，要不我去吧？不行，你还要回布卢村盯着，那是我们袖子营的根底，不能有任何闪失。我去。我需要你在科尔尼城坐镇，那帮刚被收了权的种族首领恐怕不会太安分，你要时刻戒备，防止他们作妖。那我……你闭嘴！就你这么不着调的性子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哎，好了好了，罗杰也不是那么一无是处嘛。还是大人你了解我。现在果雷不在，必要时刻就让罗杰冒充我。我去上都的消息一定要保密。唉，我就是个吉祥物。不要妄自菲薄，你的优点还是很多的，比如……算了，编不出来了。诸位，一切保重。恭祝大人凯旋。我们远东人凭什么要听一个人类的使唤？我们就应该杀入指挥部，让他把指挥权交出来。可他是圣庙认可的光明王，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啊？大家不要忘了，是光明王带领大家走到了今天这一步。圣庙支持光明王，是为了让他带领远东各族打倒魔族，建立一个属于咱们远东人的远东。如果他有私心呢？现在光明王一个人说了算，我们倒是无所谓，但他也不能一点都不顾及圣庙的意愿吧？说得对，没有圣庙的支持，他子川秀也当不上光明王。我建议咱们写封联名信，向布袋长老汇报一下这件事。写。布兰，你不是要回圣庙一趟吗？正好帮我们把信送过去。布兰，你知道这封信上写的是什么吗？送给圣庙的信，我没有权利私自查看。上面说，光明王在排挤远东各族首领，连圣庙都不放在眼里。布兰，辛苦你来送信了，赶紧回家休息吧。为圣庙服务是我的荣幸，长老，我先告退了。
光明王，你会把远东带向何方呢？物资法案实施的怎么样了？一切顺利。那就好。淄川国庆在即，国庆大典安保工作刻不容缓。东有魔族兵临城下，西有刘封大军虎视眈眈。若被有心之人趁虚而入，搞出什么事端，家族将颜面无存。所以，这次的安保工作，由统领处和监察厅一起完成吧。因为工作讲究政令通达，若有2个指挥系统，难免沟通不便。若统领处愿意听从监察厅的指挥，想都别想。总长大人，你也看到了，统领处虽然人多势众，可素质却良莠不齐，只怕会拖了我们监察厅的后腿。地林，别在这阴阳怪气的。总长大人，这次国庆大典的安保工作，最好由我统领处一方负责。总统领可要三思啊！安保一事看似简单，可里面牵扯甚多。如此重任，还是留给我们监察厅吧。你是不是以为什么事离了你们监察厅就不行了？总长大人，臣愿立下军令状，若有差池，甘受军法处置。想说什么就说。大人，下官就是好奇，为何总统领大人被委以重任，您还那么高兴呢？重任？这国庆大典的安保工作做得好了，不过是总长一句加冕之词，谁也不会来给你加官行赏。若出了差错，属下明白，我这就吩咐下去。这段时间多注意统领处的动作。这完全就是一颗烫手山芋啊！也就罗明海想处处压制我，又被我3言2语逼急了，才主动接下这吃力不讨好的活。马儿，你跑就跑了，行李倒是给我剩下呀！还好，我把他们放在身上了。小心点，小心点！黑虎老大，你明知道我是谁，竟敢趁人之危，你不要命了吗？如果平时我们连给你提鞋都不配，但现在你也不过是个中了毒的娘们儿，放你活着离开，我才真的没命！给我上！不要怕，他的疯狂字不多了，上！
这么贵的披风，就当是谢礼吧。什么人？Walking alone in a world that never felt like home. Then a voice broke through the quiet sky, a glance, a spark, I don't know why. I never believed in fate before, but your eyes opened a hidden door, like something whispered in the wind, a start of something deep within. I saw you, time stood still like the world paused just to feel in that moment. Something true began with me, began with you. We didn't need to speak a word. The silence said all that we heard. When I saw you, I knew. Saw you, stars took flight, turning shadows into light. Though we've just begun the view, it feels like fate already knew. I don't know where the story goes, but something in me softly knows. When I saw you, it began.下这生死状吧，既分高下，决生死。湮灭吧！你败了。我叫林雨，家父是林家的商人。嗯，谢谢。